美国媒体认为，今年11月将投票的美国大选将大概率再次成为特朗普和拜登的二人对决。不少媒体也开始预测，一旦特朗普当选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接受支持他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当主持人问，如果再次入主白宫，美国是否会宁可与中国大陆开战，也要保卫台湾？特朗普拒绝正面回答，他宣称站在总统的立场是无法说出心中所想，因为一旦说出，谈判时将处于不利位置。但他话锋一转说，台湾地区的企业确实抢走了美国所有的芯片订单，并称我们早该阻止了。美媒新闻周刊的解读是，特朗普这番表态是在暗示美国不会保卫台湾。特朗普的表态实际上是体现了明显的具有特朗普这样一个话语的这样一个特色，基本上他是喜欢了这个虚张声势，然后呢不留了这个底牌，让对方呢在猜测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这个什么药。那具体到这个对外政策方面，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理念还是美国优先，同时对于这个盟友啊或者是这个伙伴，他也是本着一种这个交易主义的这样一个外交风格。也就是说，美国在和盟伴他们进行交往的过程当中，美国不能吃亏。那至于这个台湾，这个特朗普并没有把话这个说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共和党第2场初选中获胜，而他在党内的唯一竞争对手美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尽管为这场初选投入了大量竞选资源，甚至也被一度视为可在该州与特朗普抗衡，但最终依然落败。美媒分析称，特朗普此番获胜，朝着重返白宫又迈出了重要一步。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Whoa. Well,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This is a fantastic state. This is a great, great state. You know, we won New Hampshire 3 times now. 3. 美国2024年大选共和党第2场初选于当地时间23号转战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在此之前，由于支持率远远落后，参选人之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21号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转而支持特朗普。至此，共和党第2场初选形成了特朗普与黑利双人对决的局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特朗普在这场初选中最终得票率为54.6%，黑利则为43.2%。在此前的埃奥瓦州举行的首场初选中，特朗普以超过50%得票的明显优势胜出，而黑利当时的得票率仅为19.1%，这次飙涨了约20个百分点，但仍不敌特朗普。观察指出，开门红效应仍将持续，局势有利于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气势如虹，他是自1976年以来首位以非在任总统身份连续拿下埃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2场初选的共和党人。结果公布后，黑利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会继续战斗。南卡罗来纳州是黑利的家乡，他也曾担任该州州长。This race is far from over. There are dozens of states left to go. And the next one is my sweet state of South Carolina.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就说明特朗普依然是共和党内的无冕之王。经过这个特朗普执政4年以及在野的这个近4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把共和党打造成一支特朗普式的这个政党，他的这个政策主张、这个内外政策的理念，基本上已经成为共和党内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共识。那所以说呢，谁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向特朗普发起挑战呢，很大可能性会铩羽而归。黑利本人也的确在新罕布什尔州投入了大量竞选资源，然而初选结果依然没能如他所愿。值得注意的是，他和特朗普都攻击拜登总统软弱。此外，黑利还主打年龄话题，将自己塑造为新一代的领导者的角色。 Yes, they are equally bad. That's why I'm running. It's because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have Biden or Trump.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have 2 80-year-olds sitting in the White House. 对于黑利的攻击，特朗普也在演讲时做出回击。 And they always say, like Haley, she talks about, yeah, we don't need 80-year-old. Well, I don't mind being 80, but I'm 77.
That's a big difference. 黑利质疑特朗普在精神上是否有能力再次担任总统，列出后者多次把自己与前众议长佩洛西搞混的事实。实际上，拜登也经常发生混淆。22号，拜登就把2位他任命的内阁部长的名字搞混了。令白宫方面尴尬的是，就在当天稍早时候，白宫新闻秘书刚刚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杜西就拜登的思维敏锐度问题发生争执。Why do you think it i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polled feel like over time President Biden is getting less and less mentally sharp? Which poll is this? ABC has President Biden's rating for health since May down 5 points, and for mental sharpness down 4 points.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at's a little confusing for m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what this president has done the last 3 years, historical pieces of legislation. 美国电视联播网与一家选举分析网站联合公布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59%的美国选民不希望再看到拜登和特朗普2位老人的对阵局面。实际上，在特朗普拿下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的同一天，拜登也在该州的民主党首场初选赢得了一次不寻常的胜利。虽然民主党早先决定将首场初选改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以免与特朗普正面刚，但新罕布什尔州坚持举行民主党首场初选。据报道，拜登并未出现在选票上所印刷的名单中，但有约40%的投票者手写拜登名字。最终，拜登以压倒性的68%支持率获胜，获得了一场意外的胜利。特朗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屡战屡胜，那么他以这样的强势卷土重来，是否和当下的100年变局有关呢？特朗普现象已经在今天美国具有了比拜登主义更具有现实感的标志性特征。这是我们必须做出准确解读及回应的。目前，特朗普的对手一个是党内的黑利，一个呢是党外的拜登。黑利的优点是年轻，可是呢，特朗普的老似乎已经被拜登的衰老所抵消了，反而显示出了特朗普的一些活力。而对于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可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在面对一位并无作为的印度裔女性副总统的同时，还要再接受一位并不熟悉的印度裔女总统。黑利呢，在刚结束的新罕布什尔州党内的初选中的失败，也证明，即使他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强化了对特朗普的批评力度，称不应以共和党的混乱来修理拜登的混乱等等，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世代变革、团结多数的代表。但即使在这个他最有可能赢下的州，他也难以抵挡特朗普，而以失败告终。和拜登相比呢，那么特朗普也占有明显的优势。首先，今天美国所面对的诸多内外压力和课题好像都是在呼唤特朗普这种政治性格的人物再次出山。经过拜登4年几乎是无为而治的内外操作，使得美国出现了一个短期性的轮回。美国人又在希望以变应变，而不是拜登的以不变应万变了。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虽然自私精明而不高明，但是大胆作为的商人本色，就比起拜登既不精明也不高明，而且墨守成规的那种清谈家的形象，似乎更让美国人受用。而最近这一段的民调当中，特朗普几乎一直在各项民调中都领先拜登。据美国1月17至18号的民调结果显示，48%的选民支持特朗普，而拜登的支持率仅为41%，特朗普领先拜登7个百分点。而今天的特朗普现象，使人们不能不面对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群体的重大变局。英国的脱欧和1年3项，欧俄关系的大动荡和日本最近派阀的解散等等，这些变局还会由于特朗普的强势复归出现许多新的变数，而这些也将是100年大变局中的标志性特征。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时代的高度来把握特朗普现象，并且对它会形成的各种后续效应有所准备。特朗普如果真的重返白宫，他将会怎样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呢？我大胆的预测如果特朗普真的重返白宫，他将会把对华政策，也就是中美关系作为整个
对外政策的首要课题。但是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的话，除了会继续上述美国执政者对中国的对抗性思维之外呢，可能还要面对2方面的压力。一个呢，就是目前拜登政府和中国之间正在走向止跌企稳，美国政商各界很多人都在缓和中美关系的道路上或快或慢地行走着。特朗普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走势，也不愿意放弃这里带来的好处。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是经历过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各种经验教训的。4年前他的下台和遭遇疫情进退失据的莽撞和草率，未能很好地处理中美纠纷关系很大。他这么一个务实的性格呀，应该有起码的吃一堑长一智，识物者为俊杰的起码智慧。他应该会比4年前更小心行事。特朗普上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拒绝承诺协防台湾，可见呢，特朗普已经在未雨绸缪地考虑调整对华政策了。特朗普如果复出的话，他可能不一定马上针对中美关系做大动作，他可能会采取先清理外围的做法，比如说，他可能先从美俄关系的改善做起。因为特朗普已经放话了他说要在24小时就能结束俄乌战争，他有可能会采取部分牺牲乌克兰的利益，也不会太顾及欧洲盟友的诉求。第二呢，他也可能在现在处于紧张状态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做一些缓和姿态。同时呢，他可能既不会放弃现在拜登已经营造起来的美日韩准军事同盟关系，包括印太同盟等问题的处理。这可能和特朗普一以贯之的轻视盟友的单边构想是有关的。目前特朗普在竞选中，他想的最多的可能是2件事一个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战胜拜登而当选，第二呢就是怎么能够和中国正常相处，不要重蹈当年败选的覆辙。和中国之间讲价钱的事儿，我估计他绝对不会比拜登手软，但是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他可能会比拜登有弹性。好，谢谢更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